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创世纪的第1章，看看上帝如何从无到有创造了我们的世界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当天地还没有被创造出来时，宇宙一片混沌，黑暗覆盖着一切，只有上帝独自存在。他在这无边的黑暗中沉思，决定创造一个美丽的世界。这就是世界创造的开始。在创世纪1章1至3节，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黑暗在渊面上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神说：“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”想象一下，当神说出这句话时，黑暗突然被一道耀眼的光芒所打破，整个宇宙瞬间被照亮。神看着这光，说：“这是好的。”于是他把光和黑暗分开，给光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昼，给黑暗取名为夜。这就是世界的第1天。接着，神继续他的创造。他决定要创造一片广阔的天空。神说：“要有穹苍，在水之中，把水分为上下。”神造了穹苍，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天空。你能想象吗？宽广的蓝天和无边的大海，全都是神的巧手之作。这就是第2天，上帝看着天空，说：“这也是好的。”上帝看着光秃秃的地面，他决定让大地变得更加丰富。他命令水流到一处，让干燥的土地显露出来，这就是大地与海洋的诞生。随后，上帝说：“地要发生青草，结种子的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。”很快，地面上开始长出绿草，树木也随之成长。这是生命的开始，也是地球生机勃勃的起点。这一天，神创造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绿色世界，这是第3天。到了第4天，神决定创造光体来分辨时间。他说：“要有光体在天空中，分昼夜，作为兆头，定节令、日子和年岁。”神创造了2个大光体，太阳来掌管白天，月亮来掌管夜晚，还有无数的星星点缀在夜空中。从此以后，白天和夜晚开始交替，我们也有了时间的流动。神的创造不仅是美丽的，它也是有秩序的。每一颗星星都按照上帝的设计闪烁着光芒。接下来，神为这个世界增添了更多的生命。在第5天，上帝决定让水和天空都充满生命。于是，海洋里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鱼和海洋生物，它们在水中游来游去。而天空中，鸟儿们展翅飞翔，它们鸣叫着，让天空充满了生机。在创世纪1章20至23节中，他说：“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，空中要有雀鸟飞翔。”不仅如此，神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动物，让地上充满了生命的气息。这一切都是神无限创意的展现。这是第5天。到了第6天，上帝又说：“地要生出各种活物，牲畜、昆虫、野兽，各从其类。”于是，地上开始有了各种动物，从狮子到羊群，从昆虫到巨大的野兽，全都在地上活动。接着，上帝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。他说：“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吧。”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，这是神创造中最独特的一部分。上帝用尘土造了一个男人，并吹进他的鼻孔里，赋予他生命。接着，他又创造了一个女人。于是，亚当和夏娃被造出来。神赋予他们管理地上一切的责任。
并说：“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整个地球，让他们居住在神为他们准备的美丽伊甸园。”第6天结束了，神看着他所造的一切，心满意足，因为这一切都甚好。于是，在第7天，神休息了。这一天成为神圣的安息日。这一天也就是圣日，让所有的生命都可以享受这一日的安息。在这短短的6天里，上帝创造了光、天空、大地、植物、星辰、动物，最后是我们人类。每一个创造都充满了他的智慧与爱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。这就是上帝如何创造世界的故事，希望你从中感受到他的伟大和奇妙。当我们面对欲望和死亡的压力时，神的话语就像一道光，照亮了我们的路，带来生命的真正价值。它是万物的起源，一切的开始。从无到有，神创造了这个有序而美丽的世界，他掌管着一切。这段创造的故事不仅告诉我们宇宙的起源，更带来一个充满希望的讯息：每个人都在他的计划中有自己的位置与目的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圣经中的更多故事和真理。愿上帝祝福你，我们下支影片见。